7月14日，英国《金融时报》爆料，据6名消息人士称，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将在8月展开亚洲之行，竟然包括最不应该去的台湾地区。这也是时隔4个月再度传出佩洛西访台的消息。此消息经过一番发酵，7月21日，佩洛西表示，这并不表示他支持台独，似乎有意在为访台一事降温。那么，距离8月访问还有一段时间，佩洛西究竟会否成行？拜登借军方之口称佩洛西访台不是好主意，又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早在今年4月7号，日本富士新闻网就独家爆料称，佩洛西取消原定访韩行程，要改到台湾。不过2天后，美国众议院议长办公室就证实，佩洛西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决定推迟率领国会代表团前往亚洲的计划。当时有舆论就把佩洛西感染新冠称之为战术阳性。巧合的是，这一次佩洛西的窜访计划又是由美国以外的媒体先放风。截至目前，美国官方也并未出面证实。首先，美国没有官方宣布他要访问，但是美国也没有官方否定他不来访问，所以他在试探中方的可能的反应，他在判断中方这个反应，他能不能够承受，会产生什么样的附带后果。第二点，他其实也是在对国内政治进行试探，要试探一下共和党这种反应。那么现在你看共和党一些议员很积极，那么另外他也在试探白宫的反应，所以我想这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本人他在进行这个3个试探。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张家栋指出，佩洛西窜访台湾的消息2次都由媒体先放风，也说明美方本身有很大顾虑。现在整个美国政治的氛围是日益的反对大陆亲近台湾，所以从美国国内政治来看，他去台湾的必要性和动力是远远大于过去。当然了，我方也变了，要强多了。他既然2次放风，就说明美方心中有很大的顾忌。不少舆论认为，佩洛西此时计划被曝光有2个重要背景：一是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美国国内通胀加剧，总统拜登支持率跌至谷底。与此同时，共和党的前总统特朗普、前国务卿蓬佩奥纷纷放出参选2024的消息，民主党面临选票危机，急需捞取更多政绩。他实际上来讲呢，他来自这个旧金山的应该是第8选区，这个在他的选区里面其实有大量的华人大量的这个从台湾过去的这个移民。所以来讲的话，他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上蹿下跳这个实际上呢，是于民主党内部，包括他自己选民选情的需要才做出这样的这个。有评论就认为，佩洛西今年已经82岁，再担任众议院议长已经不大可能，因此他也想效仿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1997年窜访台湾，争取在卸任之前完成一次访台之行。佩洛西曾经自称，在过去30多年中，我在中国一直被认为是最不受欢迎的人。他还曾在给予中国最惠国贸易待遇方面连续10年投反对票。让中国人民印象深刻的是，2008年佩洛西曾带头煽动抵制北京奥运会，只不过并没有多少人买他的账。而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他又故技重施，多次表示美国要带领部分国家对中国展开外交抵制，以呼应拜登政府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的观点。同时，他还鼓动美国国会通过涉疆涉港法案。在与台湾互动方面，早在2000年陈水扁胜选台湾地区领导人时，他就是最早打电话表示祝贺的美国国会领导人之一。2020年，佩洛西推动众议院通过台北法案。在今年1月，他还视频会见了窜访美国的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赖清德。佩洛西当议长的时候，他在中美关系里面也是起了很大的这个破坏性的因素。那从他的个人角度来讲，那么如果他访台的话，他将会向我方传达一个更加清晰的信号，这是他个性化的。第二个，在美国我感觉到有一帮人，他们也包括佩洛西，他们认为现在是对中国施加影响的好时候。因为现在还有一个新因素，现在欧洲议会的副议长已经去了，美国人讲的还要更早。针对佩洛西可能访台一事，美国总统拜登的态度颇受关注。7月20号，有媒体询问其拜登是否认为这是个好主意。拜登一开始说“我认为”，但突然话锋一转，建议军方的态度来回应。Well, I think that the military thinks it's not a good idea right now, but I don't know what the status of it is. 他作为总统，他肯定不愿意这国会来侵占他的这个外交权。美国总统的权力主要是外交国防，
那么如果佩洛西访台的话，他就等于分享了总统的外交权。另外，这种分析还有可能会削弱拜登在这个国内政治中间的这个权威性。所以，综合这几个考虑，他之所以拿美军的反对意见来回应，因为他不好自己说。随后，佩洛西在7月21号的众议院例行记者会表示，拜登并没有跟他谈起这件事儿。I don't know exactly. I didn't see it. I didn't hear it. I don't ever discuss my travel plans. It's a security issue. 那么，拜登会否对佩洛西的出访计划施压呢？张家栋指出，按照美国政治制度，总统不能直接干预两院事务。另一方面，拜登与佩洛西同属民主党，两人更重要的考虑是如何稳住中期选举选票。总统其实有很多资源，他有可能用这些资源去影响议长的行为，这也是经常出现的。另外，这一次总统跟议长他是同一个党，他不存在党派斗争，所以我想他现在他们搞出这些事儿出来，有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就是怎么对付舆论，怎么对付共和党。实际上，虽然25年前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金里奇也曾率团访台，但他与当时美国总统克林顿分属两党，窜访台湾更多是美国内部党争的外衣。而如今，佩洛西与美国总统拜登同属民主党，一旦窜访成行，性质意义则大不相同。美国呢通过这种切香肠的这种方式，一点一点的，实质上呢在追求发展同这个台湾的实质性关系。也就是说，按照现在这个节奏发展，如果中方不采取有力的这个措施，美方实际上发展到最后可能会就是有实质性的外交关系。中方当然是早已意识到这一点，也采取了越来越严厉的措辞，包括相应的举措，来维护国家的主权和这个领土的完整。美国众议院的议长访台究竟有什么不同？会产生什么样的恶劣影响？众议院议长在美国政界他不是一般的人。他是排到第3号。首先呢，如果他去台湾访问，那么所谓的一个中国的政策就名存实亡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二就是呢，一个中国的政策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那基础没有了，那可以想象，本来就已经很紧张的中美关系，下一步会走向何方？所以这是呢需要认真考虑的。第3个问题呢，就是这个拜登总统前不久他已经宣布了，大概在未来10天之内有可能呢举行中美高层元首的视频会晤。那就在这个眼上宣布那个佩洛西访台。这个佩洛西这个如果在台湾真的去访问的话，我想对中美关系它所造成的冲击是相当严重的。佩洛西原本4月就要窜台，当时呢就遭到中方强烈反对，掀起轩然大波。后来呢他阳了，去不了了，现在又提这个事儿，究竟是为什么呢？如果说有非去不可的理由，那么这个是跟今年11月份的中期选举其实还是相关的。因为对于各方观察人士来讲，现在一点比较明确的一个政治现实是，在这次中期选举中间，民主党有非常大的概率和可能要丧失掉对众议院的这个掌控权。也就是说，在这一次中期选举之后，那佩洛西就不再会是这个众议院的议长。那么要想在这个选举之前，或者说在他卸任之前，以这个众议院议长的身份去访问台湾的话，那么现在几乎是一个就是唯一的这种可能性。那么佩洛西窜访台湾的目的，绝对不是简单的是出于所谓的政治理念。我认为说，他真正的目的就是要换取台湾当局给他以及他的支持者巨额的经济利益回报。其实在美国的国会议员当中，利用台湾问题争夺国内外的话语权，美国的国内外的话语权，谋取经济利益，这样的政治操作几乎可以说是他们的保留节目。我记得2006年的夏天，我在美国国会访问的时候，就曾经和他们的国会公关公司的经理进行座谈。那么这位经理非常明确地告诉我说，过去全世界都说以色列的游说团体在美国的国会活动的最厉害，
实际上活动的更厉害的是来自台湾的游说团体，这背后当然主要是台湾当局提供的经费。传出佩洛西想窜台的消息之后呢，美国总统拜登表态说军方认为那不明智。怎么解读拜登的表态？他这样讲的一个话呢，我相信也有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考虑在里面，就是如果佩洛西去访问台湾的话，那么按照传统来讲，他是要做这个美国的军机。那么现在大家也都在揣测说中国大陆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反应，那么就很有可能在军事角度上会出现一些状况。佩洛西如果是乘这个军机去访台，那么就涉及到美国的军方，他需要保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势来应对中方可能有的这个军事的一些手段和准备。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拜登说这个军方不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实际上是有他的技术性考量。利用军方的这样一个立场来表达他和这个佩洛西之间在这一次访台的问题上他们之间的差异。当然我认为拜登最在意的还是怕呢这个访台影响即将举行的习拜会。我也相信美国总统拜登专门为这件事情做出表态，说明他已经接到来自各方面的信息反馈，或者说各种压力。除了美国军方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之外，我怀疑台湾当局也可能就实际问题向美方表达他们感到很困惑这样的一个态度。也有消息说佩洛西窜访台湾可能要落空。孙女士，佩洛西到底去得了去不了？您在美国如何观察？因为从表面上看起来，他们两个人都是民主党，但是在美国的这个就是政府跟这个议会之间的关系上面，不存在说美国的总统可以去管住或者说控制住这个议会的议员，或者说是众议院的议长，即使他们同为这个民主党人，那也不存在说总统可以管理佩洛西这样的一种说法存在。因为我们知道说总统从拜登的角度来讲，他现在还在他的任内还有一系列的比如说国内和国际的他的政治的议程是需要来推进的。那么要想推进的话，实际上他佩洛西的这个支持也不可或缺，因为即使佩洛西不是议长，佩洛西也是在众议院上面最为举足轻重的民主党人。那么在这种条件下，我觉得更多的是白宫需要佩洛西的支持，而不是说白宫如何去管控佩洛西的行为。落空的可能性当然是存在，但是从目前的这种政治态势上面来讲，我认为它成型的可能性其实也是很大的。美国的领导人长期以来利用美国国内的所谓的三权分立体制对中国进行讹诈，他们经常是一个扮白脸一个扮黑脸，完全不能排除那个在这一次的所谓的佩洛西要窜访台湾这个问题上，拜登实际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实际上他是在纵容佩洛西在制造这样的一些话题，因为他可以从中谋取他的更多的利益。他尽管呢这个打台湾牌，但是他也呢知道我们这个对美国在台独这个问题上是最敏感的，所以你们可以看得见拜登每一次和习近平主席那个会晤的时候，他都会呢强调不支持台独但呢他从来就没有呢放弃打台湾牌，所以到目前为止我认为还没有最后定夺，他只是呢就是放风，只是在试探中国的反应，如果觉得不合适，将来呢又会找一个什么理由推迟或者取消这个访台，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值得注意的是，拜登和佩洛西办公室均谈到了所谓佩洛西访台安全问题，特别是美国军方也明确表示不支持其窜访计划。对此，香港《东方日报》发表评论文章称，毕竟美军处于前线，最清楚中国军队的实力有多么强大，也最清楚中方一旦反制，将给美方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结合以前我们所采取的一些举措，那美方来讲的话，当然是意识到这其中的这种风险，
无论是对于佩洛西个人的风险也好，可能更多的是对于地区安全，就是台海局势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就是说双方实际上呢，这是一种博弈。美方在目前来讲也不希望由于台湾问题呢，中美之间呢在这个问题上关系过度紧张，他也在试探中方的这个表态，评估呢这里面可能存在的风险。要知道，早在4月佩洛西要访台的时候，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就已经表明，美国国会众院议长作为一国政要，如果明知故犯窜访台湾，将是对中国主权的恶意挑衅，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将对外发出极其危险的政治信号。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将做出坚决反应，一切后果由美方承担。而2个月后，在6月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也公开警告美国不要操弄台湾问题。如果有人胆敢把台湾分裂出去，我们一定会不惜一战，不惜代价。对于这次佩洛西再次挑动该议题，中方相关部门连日来也多次发出强烈警告，外交部接连公开强硬喊话，不得安排佩洛西众议长访台，与必将采取有力措施予以坚决应对和反制。国台办发言人也表示，坚决反对美国要停止任何玩火行径。我们正严阵以待，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将采取坚定有力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由此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应由美方负责。中方之所以能够这么做能够这么说是因为我们在实力来讲，无论是从军事上，还是外交上还是政治上，也就是说呢，指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国际影响力都相较于过去都有了更大的这个提升，我们的言辞的这种重要性为各国所重视。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在军事斗争这个领域来讲的话呢，实际上在第一岛链内美国自己做了很多次的这种演练。在第一岛链内这个实际上中美呢在力量上大致均衡我们实际上在这个区域呢还有一定的优势，所以我们之所以能这么讲的话，一个是我们的立场坚定，另外一个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有实力作为后盾作为支撑。2021年1月，时任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计划窜访台湾，结果在去程的飞机上被叫停。后来岛内媒体曝光称，中美军事热线发挥作用，解放军表达了坚定立场。美国五角大楼经过评估后认为，要保证克拉夫特专机顺利抵台，就需要驻冲绳美军战机护航。但有美军战机护航，中美之间就有发生军事对峙的危险。如若改由台湾战机护航，情况将更加糟糕，这些都是美国无法接受的。而作为美国总统第2顺位继承人，代表美国国会的众议长佩洛西这次如果窜访台湾，则更是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挑衅行为，势必严重冲击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新博也认为，拜登政府要从影响中美关系的角度来衡量此事。因为如果佩洛西决定赴台，中方肯定理解为拜登政府在对台问题上出了一招。他还分析称，佩洛西若执意窜访台湾，中方反制会比以往大，也不会只限于军事领域，甚至影响到拜登期待的中美高层之间的交流。我们呢，就是说，可以通过外交的交涉，还有一个舆论战来这个敲打对方。与此同时来讲的话呢，我觉得还可以考虑，比如说制裁他本人制裁个人禁止他来华访问包括他禁止他的这个亲属来华访问另外呢，禁止与他本人和他亲属相关的企业在华投资贸易经商呢，不得与他们往来包括相关的这个企业。而且来讲的话呢，既然台湾呢是中国的一部分，那其实我们来讲，未来还可以考虑再有一些彰显中国对台主权的行为，包括突破原来所谓的什么海峡中线因为从国际法的角度我是有权在这个问题上做一些行动出来，除了原有的绕台航行之外，甚至这个还有更大的，就是在军事上可以采取更大力度的这种反制。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政客窜访台湾确实越发频繁，但要看到中方的反制措施的力度也在不断强化。2020年9月18号，美国副国务卿克拉奇访台，东部战区在台海附近组织实战化演练。
2021年11月9号，美国国会众议员乘坐军机窜访台湾时，东部战区组织兵力在台海方向进行联合战备警巡。10几天后，又有5名美国国会议员窜访台湾，东部战区再度在台海方向战备警巡，与美国议员专机以前后脚的形式出现在台湾附近空域。在目前来讲的话呢，我们的主要目的来讲还是要争取这个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所以呢，在采取措施的问题上，面临外部的挑战，可能我们更加要冷静要耐心，不能意气用事。因为在目前来讲的话呢，我们的还在一个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我们的主要精力还是要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加这个强大，既能打击这个台独势力又维护国家主权又能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我认为还是非常重要的。有意思的是，对于这次闹得沸沸扬扬的佩洛西访台湾计划，台外事部门竟然对外称没有截获相关信息，透露出一股不同寻常的味道。但是一般民众来讲的话，如果都会引发两岸高度紧张的话，我想一般台湾民众是不会很喜欢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过去做的民调里面都有将近70%以上的台湾民众希望两岸能够维持和平交往的这样的一个希望。既然大家都希望两岸和平嘛，就不希望就是说民进党在那边搅事为了抗中就那边搞一些有的没有的。其实近期就有不少台湾民众在相关新闻下留言表示，佩洛西，我们非常不欢迎你，我们纳税人的钱不想被白白浪费掉。像3月份前国务卿蓬佩奥到台湾来，他光做一场演讲就15万美金来这边捞台湾钱是很容易的那你看前几天的那个美国前国防部长那个艾斯伯跑到这个台湾来，他在这边下指导棋，说台湾应该增加经费增加预算。说实话，就是来台湾捞一点好处。当然还有一种就是说，因为台湾的议题现在变成全球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关注点，那如果不到台湾来，好像就觉得蹭不上热度所以一些过去的政客他在那边乱一下，他觉得说我有很高的身价。登台的短片也介绍了，此前呢，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等曾计划窜访台湾，后来呢，在大陆的强大压力下取消了。那么这一次呢，又传出佩洛西要窜台，很多人关心大陆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王先生，您怎么看？网络上现在呢，这个网民都在献计献策建议那个政府如果佩洛西来那就不客气我看到他们所提的建议采取的措施大致上有5条吧。因为如果说采取军事行动那我想这确实是个大事那这个问题就是说呢，也有可能呢会呢引发中美之间的正面的这个冲突所以我想我们这个政府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一定会着眼全局、权衡利弊。当然，政府采取什么动作，这个是高度的机密而且呢，外交部发言人已经讲了，他必将会做出坚决有力的这个反制措施。那我想应该说他们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预案和准备的。大家一定会想到的，首先是军事上的反制的措施。军事上可以设想从威慑到警戒，再到驱离，甚至火力示警等等不同等级的反制。外交上是可以采取不同的等级进行针锋相对的对抗措施。比如说在中美以及在海峡两岸的经济上、文化上、法律上等等关系上，创造出各种反制的选项和措施。总之，我方可以根据自身的战略、自身的节奏来借力使力，进一步深化和落实对台湾地区的实际治理。最终被动的其实还是台湾当局和美方。美国彭博社也分析了大陆方面可能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美国那边对于大陆可能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有什么样的预判？孙女士。
我觉得预判一定是有的，因为从逻辑上面来讲，美国的军方一定不希望在同时同2个大国，然后进行或者说卷入到2场针对2个不同的这个地缘政治大国的战争中间去。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他们做的最坏的这个研判就是，如果大陆真的因为佩洛西去，然后在台湾问题上面就要动手了。而且我们说的动手不是说搞一个象征性意义的这种军演啊或者军机飞跃，而是说有实质性的这个动作了。那么美国的军方是要出来有所反应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更多的还是反映出一个美国目前所身处的这个地缘政治时期，以及这个俄乌战争的一些反应。当然最后也要包括说中国过去所做出的这种强烈反应。那么这个美国每次都需要来掂量，也需要来考虑一下说中方所说的这个反制措施包括这个后果都有哪些后果。美国前来试探，中方做出强烈的反应，然后美国又退一下，这对美方难道没有负面影响吗？美方这一次一次的玩这个游戏，对自己真的有利吗？刘先生，我认为说目前还不能说美方在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这个问题上已经接受了中方的警告，更谈不上所谓的已经顺从中方的这个要求。我们还是要做更坏的打算，做那个更加扎实的准备。佩洛西去台湾这样的一个议题，对于美方来说本来就是一项无本生意，对于他们来说也很难因为这个事情没有去，或者说是那个美国总统说了些什么话，他们就会感到很难堪。从美国人玩这种游戏，这种政治游戏来看的话，它一定是既有利也是有弊的。尤其是当中方他的话语权、他的影响力大幅提升的情况之下，这样的一些动作可以说是利弊兼具的。具体当然还是要看双方在这件事情上的博弈的过程，以及最终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我们才能够做相关的判断。那么这次呢，台湾地区的外事部门对外称没有接获相关信息，也就是说呢，民进党当局并没有确认佩洛西要来，起码没有对外明说。这其中又是什么情况啊？因为第一呢，距离他正式访问时间还比较远，夜长梦多，他也知道啊，你现在讲了欢天喜地一场，到时候他就又取消了，他自己不好下台。第二个呢，美国现在从拜登总统到这个佩洛西这个本人都没有正式的宣布表示在几月几号什么时候这个访台所以现在我讲了，它只是一个试探气球。在这样的情况下，台湾民进党当局他也不好呢过于的表示乐观他只能呢就是这个半喜半忧的在那里等待下一步新的消息。所以这个时候他表示一种收敛的这样一种姿态，我觉得也是正常。中美元首最近一次通话是在3月18日，两国元首责成两国工作团队及时跟进，采取实际行动，争取中美关系重返稳定发展的轨道。但美方随后的一系列表现不仅言行不一，更是将台海问题推上风口浪尖。在这4个多月的时间里，美方议员3次窜访台湾，号称美国政坛3号人物的众议长佩洛西2次放风试探要访台。美国3次发起对台军售，共计3.23亿美元。美国国务院网站还一度删掉了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及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表述，后来只恢复了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造成恶劣影响。实际上，现在拜登政府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他太弱势，他不但管不了共和党的反对派，连自己的团队都管不了，所以就出现很多说到做不到。每次跟习近平总书记打电话，说的好好的，回去就落实不了。为什么落实不了呢？力不从心啊！深圳卫视记者梳理发现，在最近1个多月时间里，中美涉及战略、外交、国防、经贸等领域事务的高层官员已经进行了5次会晤，其频率之高、范围之广、交流之深可谓罕见。
也说明中美关系到了一个亟待且可能获得突破的关键节点。而这几次会晤之中，台海议题始终是双方的关切重点。7月9号，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出席20国集团外长会后，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了长达5小时的会晤。中方向美方提出了4份清单，强调3个务必，要求美方务必不要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务必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领土主权的坚定决心，务必不要犯葬送台海和平的颠覆性错误。要维护台湾海峡的稳定，只有一个做法，那就是美国应该坚守它本来的一个中国原则、一个中国政策的这样的一个立场，不支持台独。那么中国当然也不会就是对台湾做所谓的武统啊什么的，因为那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是相信时间和势头都在中国这一边，只要中国持续发展，台湾早晚要回到祖国的怀抱。就和平统一是中国一直要坚持的，因为这符合中国的利益，当然也符合台湾人民的利益。但是如果在台湾这个问题上，尤其是台独这个问题上，我们有人挑衅中国的核心利益，那当然不要说台湾局势不能稳定，而且还会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就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来说，那就是地动山摇。外界注意到，随着中期选举临近，民主党惨淡的选情也成为影响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关键因素。美国昆尼皮亚克大学近期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拜登的支持率降至31%的历史低点，仅有28%的人认同他对经济的处理方式，71%的选民称不希望他在2024年再次参选。消息人士透露，鉴于通胀问题始终未能得到解决，美国国内的民意撕裂又越发激化。目前对拜登团队而言，能在短期内提振选情的方法已经不多了，而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方法。但需要警惕的是，中期选举也令美国党争进一步激化，政界杂音频出。一些美政府前高官甚至扬言，美对台奉行的战略模糊策略已经过时。例如，前防长埃斯珀窜访台湾时就声称，一个中国政策毫无用处，呼吁拜登政府重新检视在台海安全问题上的战略模糊化。而在特朗普时期就被解雇的总统国安事务助理博尔顿，也在某座谈会上宣称，美方对台奉行数十年的战略模糊早已过时，并污蔑中国大陆武力威吓，称台湾地区应是印太地区安全对话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虽然拜登与美国官方事后多次澄清，并未放弃战略模糊，但这些已卸任的美国高官显然是故意战略忽视，变本加厉炒作相关话题，谋取政治利益。前高官表达他们的意见，那是他们的自由，我们中国人管不了，也不想管，那是他的事儿。但是执政者、当政者，就拜登政府一定要要管住自己的行为，就是你的政策一定不能受这些杂音的这个挑拨。对于现在面对中期大选，民主党面临相当艰巨的一个战斗，因为舆论普遍认为，我自己也这样看，民主党这次因为他经济也没搞好，疫情也没搞好，外交又没有什么好说的，跟中国竞争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效果，就一塌糊涂。所以我认为民主党是会输的，并且输得很难看，也就是2院可能都会输掉。那这样的话呢，拜登就提前跛脚。在这个跛脚的情况下，他能不能继续管控大局？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政治历来在国防上和外交上是总统说了算的，不是国会说了算的。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莱日前下令，对过去5年中美武装力量之间的互动进行全面审查。报道称，此次审查是出于对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所谓强势行为的担忧加剧。米莱称，通过启动审查，美军试图详细了解中美两军之间的所有互动，尤其是任何可能因中国飞机或舰艇距离美国军事资产太近而可能被视为不安全或不专业的互动。然而，美方所指责中方不安全或不专业的行动，其地点往往都发生在中国周边海域。事发之时，美国舰机要么是对中国抵近侦察，要么是打着自由航行的旗号擅闯中国领海或岛礁。显然是美方自身不安全、不专业，甚至是充满挑衅的行为，才导致了中美双方海空兵力的近距离接触。专家指出，美方这套贼喊捉贼的霸权逻辑，在国际社会根本不会得到认可，而美方的强盗行径也会给自身安全带来更多危险。中国军队跟美国军队发生接触，导致所谓不专业的行为，要么就在台海，要么就南海，都在中国的附近。你不是一个整整的强盗逻辑吗？你提着大棒子都到我们门口来了，然后我对你进行一些推搡，你说啊，你这个反击动作不专业，那怎么个专业法呢？你的侵略本身就是不正义的东西，跟不正义的
是行为你讲专业，这不是笑话吗？但问题在于，由于美国对所谓印太战略和美国多年以来一直拒绝跟中国坐下来谈做一个游戏规则，他总认为他很强大，他要保持他那个就很蛮横嘛。他说我要保持我在印度的航行自由，那你要你的航行自由，那你到我的家门口来，我至少要有保卫自己的权利和自由吧？那你说我不专业，那你说应该怎么个专业法？那是你说要专业，最好是坐下谈，先把底线画出来，哪些东西能做，哪些东西不能做，在这个底线的基础上，我们才能谈技术接触。他是以这个为借口来对自己的印太地区的军力、他的家底做一个检验，因为他现在已经开始意识到，他这个家底可能不够用。事实证明，美方才是滋事挑衅、蓄意拉高台海紧张局势的始作俑者。就在7月19号，美国海军第7舰队发布新闻稿称，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本福德号当天通过台湾海峡，执行所谓航行自由例行性任务。6天前的7月13号，本福德号导弹驱逐舰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闯入中国西沙领海，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进行跟踪监视，并予以警告驱离。首先是在西沙，因为西沙是国际公认的是中国的这条闯入西沙，这个是非常糟糕的，这个是非常恶意闯入。他明明知道这样，因为如果说我们在其他的南沙其他地方可能还有些争议，因为那地方大片的国际水域，但西沙这个地方呢是中国已经确立，国际社会也认可了这样的事。除此之外，据美媒报道，近期美国国会又在推动挺台新法案，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声称将在8月审议台湾政策法。据悉，该法案被视为美国自1979年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后对华涉台政策的最全面调整。目前透露的信息显示，该法案的主要内容极具挑衅性，包括提升美国政府与台互动层级，提升台美防务合作层级和水平，松绑与台湾关系法中的对台军售限制，将防御性扩大到有利于威慑解放军的武器，并赋予台湾重要非北约盟友地位。美媒指出，如果包含如此众多议题的台湾政策法案真在美国会通过，且美行政部门认真执行，那意味着美方的一个中国政策将只剩下一个名称，内涵被彻底掏空，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都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巨大海啸。但也有评论指出，考虑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该法案能够落实的可能性极小，恐怕还是国会政客收钱完成挺台任务。上周，拜登向媒体透露，中美元首有可能在10天内举行通话。外交部发言人7月21号表示，中美两国元首通过各种形式保持着沟通，关于近期是否通话，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消息。拜登呢，这次主动释放出沟通的信号，显然也是比较积极的。那么为什么美方这么积极呢？觉得这个可能和中期选举的这个选情倒还不一定是直接相联系，因为同上次两国领导人进行这个视频会议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那么我觉得在这样长的一个空窗期，双方领导人既不见面也不通话，实际上是不太正常而且不太健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我认为双方领导人是应该在这个月底之前进行一次这个电话上或者说是视频上的连线。那至于说他们会谈到什么样的内容，我们从过去的这几次的这个讨论中间都可以看到说，比如说台湾问题当然是中国方面的这个重中之重，但是从国际上面来讲，俄乌战争也好，或者说朝鲜问题也好，或者说伊朗问题也好，甚至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就是疫情所引发的这种公共卫生的危机，以及俄乌战争所带来的这个粮食安全的问题，还有能源安全的问题。现在我觉得双方领导人其实能够探讨的问题是非常多的，而且应该探讨的问题也是非常多的。如果双方通话的安排确实已经有了具体的日程，通常也是双方共同约定共同发布，那么这样才符合外交惯例。这次拜登总统突然急着透露这样一个消息，这个事情本身就非常值得玩味，是很有意思的。我看到拜登总统的表述是可能，而不是说正式已经商定好，说明拜登先生他是急着要透露这样的消息。那么或许他一定是想让那个有关的方面都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是跟佩洛西议长所谓的要去台湾访问，它是挂在一起的，所以非常值得我们好好去
体会一下，去分析一下个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无论是此前相会上的中美防长会晤，还是近期的中美外长会晤，在台湾问题上，中方都向美方发出了明确的信号。有评论认为呢，中方的底线和原则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就看美国接受不接受。孙女士，您当时呢也在相会的现场，在您看来，美方究竟是什么态度呢？我认为中方的底线和态度，美方是了解的。而且中方在台独问题上的态度，我认为也是美方非常了解。而且从美方目前的这个政策来讲，美方现在是不支持台独的。也就是说，这个台湾问题最后从大陆来讲一定会实现统一，但是在美方来讲，它是没有预设统一这样一个最终的结果，而只是说这个台湾问题解决的过程最后一定是需要是和平的，那么最后是统一也好，或者说是保持现状也好，美国所强调的是说这个过程一定需要和平。那么在对同一事态的不同解读上面，我认为中美之间是有差别的。从美方的这个立场来讲，我认为实际上最终的一个中美双方的矛盾点还是在于说，就是台湾问题最终的解决，以及它最终的我们说解决的这个方案最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立场，或者说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向实现，什么样的方式实现，这个我觉得是中美之间最大的矛盾。日前，中国驻美大使秦刚表示，防止和平前景遭到破坏，根本的一条就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不动摇，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也是台海和平基石。中美之间呢，目前恐怕并不缺乏交流，该说的都说了，但是美国呢，说一套做一套，没有明显的改变。对此，中方又应该如何应对？王先生，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它内部实际上我认为它还是有底线的。我们一定要看全它的目的，它既要呢打台湾牌，把台湾作为一个削弱中国、拖垮中国遏制中国一个筹码，同时呢，它还是呢千方百计的想控制在呢一场代理人的战争。这就是美国它这个一种邪恶的用心我希望广大的台湾同胞也应该看到这一点，也应该从中的吸取教训。我认为说，总体上看，美国方面是不太可能放弃说一套做一套这种政治把戏的。他们不会放弃利用美国所谓的三权分立、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这样的一些体制上的、制度上的、文化上的差异，来对中国打台湾牌、打擦边球这样的可能性。他们更加不可能放弃他们习以为常的、已经非常习惯的玩文字游戏这种政治欺诈。我们不能够排除美方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更加激进的、更加冒进的、更加鲁莽的行动的可能性。除了我们要继续坚持我们的战略定力、战略自信、战略耐心，以及我们长期坚持的以和为贵的政治哲学这种价值观之外，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也要适时以适当的方式来秀秀我们的肌肉在哪。